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这个俄乌冲突惨烈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以及如果是中国面对这场战争会怎么打啊？听起来很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我们先来聊一聊啊，就是这个2025年7月啊，这个俄乌战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时候战争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高潮了，就是俄军啊连续3天3夜对乌克兰的西部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那整个利沃夫的夜空啊都是被小摩托无人机啊这种燃烧的尾迹啊点亮的，然后老百姓就是全都躲在地下室里面。更夸张的是，有一些乌军的士兵啊，他们甚至在社交平台上面喊话，说请求俄军轰炸他们的阵地。俄军还真的回复了，说让他们提供 GPS 坐标，就给他们来了一波导弹。我的天哪，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黑色幽默，但是又非常的真实。这背后透露着一个什么样的战局呢？就是其实这个战局已经很明显，就是俄军在进行一种饱和式的攻击，就是他一天可以投入597架无人机。这种规模的打击啊是非常可怕的，就是你一方面在摧毁对方的防线，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在把战争往一个无法挽回的深渊在推，就是越来越残酷，越来越没有办法。这个时候俄军的伤亡已经超过了103万，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就是仅仅在2025年的7月12号这一天就有1240名俄军士兵阵亡，然后装备的损失更是惊人，包括11000辆坦克、3万多门火炮、45000架无人机。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整个战场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垃圾场。天哪，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消耗啊！那乌克兰方面呢？乌克兰也好不到哪儿去啊，就是2025年的6月，单1个月就有232名平民死于轰炸，这是3年以来的新高。然后基辅的街头已经开始抓壮丁了，就是连17岁的孩子都已经被拉上了战场。在无人机方面呢，就是乌克兰的这个布拉瓦无人机啊，要优于俄军的见证者136，但是俄军在产量上面是占绝对优势的，就是它每天可以投射将近600架，而且它的产能还在不断的增加。那你觉得从经济和兵源的角度来看的话，俄乌双方现在在这场战争当中都陷入了哪些困境？从经济上面看的话，就是俄军它在乌东4州所控制的区域，一年的 GDP 只有280亿美元，但是它这场战争已经投入了8730亿美元，就是它要完全占领这些地方需要31年才能把这个钱赚回来。然后乌克兰呢，就是完全靠西方的援助，美国呢甚至要以色列把他们退役的爱国者导弹都交出来给乌克兰。英国更夸张，他说我承诺给你5000枚反无人机导弹，结果他是每天给你交付 0.72 枚，就是这个速度，你想一下这是在干什么？天哪，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荒诞剧啊！更糟糕的是在兵源上面，就是乌军他的训练中心有 70% 的新兵结业之后就直接开小差了，就是他根本就不上前线。然后他现在甚至在征兵广告上面把这个无人机操作员形容成一个好像是在沙滩上面度假一样的工作，但其实就是让你去送命。俄军呢，虽然说他每个月可以补充15000名新兵，但是他的经济已经快要崩溃了，就是他现在武器出口基本停滞，能源收入减少了一半，他现在基本上就是靠跟中国的贸易在撑着。你觉得如果是中国来面对这场战争，会表现出什么战略智慧？就是孙子兵法里面说的嘛，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就是你看像海湾战争，美军花了2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了对50万大军的战略包围，然后包括我们在朝鲜战争的时候，中国人民志愿军也是巧妙地隐蔽了30万的设伏部队，包括我们在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也是快打快撤，也没有陷入到战争的泥潭里面，这些都是典型的先胜而后求战的例子。听起来就是这些战略决策真的是决定了战争的走向啊。对，然后你再看俄乌冲突，他们就是典型的先战而后求胜，就是他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胜利的方向，就直接开干了，结果就陷入到了现在这种消耗战的漩涡里面。其实这也不光是俄乌冲突，你看历史上很多战争都是这样，比如说14世纪的顿河之战，包括18世纪的北方战争，包括20世纪的苏芬战争，都是一开始的时候目标很明确，但是最后就变成了一个为了战争而战争的消耗的噩梦。那你觉得未来的俄乌战局会有哪几种可能的走向？我觉得就是有3个比较关键的博弈点吧。第一个就是无人机的产能，
就是俄军现在每天可以生产上千架这种小摩托无人机，然后乌克兰呢是靠它的这个布拉瓦这种精确的狙杀系统来进行反击。第二个就是兵员，那俄罗斯现在是靠钱来养这些雇佣军，乌克兰现在就是抓壮丁嘛，就是连17岁的都已经上了。第三个就是外援，那乌克兰现在是靠英国这种挤牙膏一样的援助，俄罗斯现在就是靠跟中国之间的这种能源交易在撑着。这3个维度确实看起来非常的关键啊。那北约方面呢？北约的情报是说，俄军可能会在2029年之前完全占领乌东4州，但是这些地方基本上已经被打成了废墟，然后经济价值已经归零。更危险的就是现在有一些北约的士兵是以雇佣军的身份参战的，所以这个东西很有可能会升级成一场欧洲的全面战争。特别是如果要是克里姆林宫的目标从控制顿巴斯变成了肢解乌克兰的话，那这个冲突就会彻底失去控制。你觉得现在这个战争背后有哪些比较残酷的现实，或者说有哪些我们可以值得思考的战略的警示？就是现在你看，一方面是基辅的街头在抓17岁的孩子上战场，另一方面就是莫斯科的寡头的子弟还在迪拜的游艇上面开派对，然后包括有一些乌军的士兵，他们在战壕里面写的一些东西，就说我们现在打的这场战争，每一发子弹都说自己是正义的，但是其实我的枪管里面装着的是17岁孩子们的夏天。就这个其实就是战争最残酷的地方，就是永远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在付出生命的代价去为那些富豪们的赌注买单。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难以接受的现实啊。对，然后这个其实也跟孙子兵法里面说的是一样的，就是其用战也，胜久则顿兵错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失则国用不足。就是真正的大国是不会把自己的国运压在一场赌局上面的，真正的大国是会用自己的智慧去避免战争的发生的。就像我们现在其实在太平洋西岸所下的这一盘大棋一样，我们是靠我们的战略定力来决定这个事情最终的胜负的，而不是靠战火。好的，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从俄乌冲突的惨烈的现状啊，聊到了背后的经济和兵源的困境啊，以及孙子兵法当中的一些智慧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战略的启示啊，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再见。对了，不要忘了订阅我们哦。